死前开了句玩笑说我是奥特曼，没想到100年后的科学家信以为真，不仅费尽心思找到我的尸体将我复活，甚至还将总统唯一的女儿许配给我，只为让我赶快变身光之巨人保护地球。而这都是因为现在的地球遭受怪兽入侵，人类即将灭亡，而我的出现则让他们感受到了希望。在他们眼中，我可是来自 M78 星云的宇宙最强光之巨人。同时，怪兽阵营也通过人类的举动知道了我的存在，对城市的进攻变得更加频繁起来。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只是个普通屌丝，只是长相酷似奥特曼，根本没有实力去对付怪兽。就在我思索该怎么给他们解释坦白时，全球反怪兽组织总监突然来到我身旁，恭敬地对我说：“徐明大人，现在怪兽进攻越发猛烈，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对抗怪兽，可还是损失惨重。”看着眼前的老者，我便心存愧疚。我很想将自己只是普通人的真相告诉他，可一想到为了复活自己，组织牺牲了上百人，我还是隐瞒了下来。于是只能装作一副淡然的模样说道：“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。”老者一听这话，顿时热泪盈眶，差点就哭出了声。这些年经过了多少血淋淋的斗争，而现在终于看到希望了，因为人类的最终兵器此刻就在他的面前。至于我为什么还不变身，在他看来，可能是想麻痹敌人，然后致命一击。对了，徐明大人，2天后有一支小队要前往喜马拉雅山探查时空裂缝情况，这个任务很重要，危险系数也很大。执行这个任务的小队是所有队伍中的精英，我不希望他们在这次任务中永远回不来，所以想拜托你一同过去暗中保护他们。我听到后第一反应是想拒绝的，但是转念一想，自己在这个世界装大佬还不如死回去，反正死了一了百了，于是我立马答应下来。可在等待的这2天里，我却彻夜未眠，好不容易复活了，就这么再死回去，真的值吗？最终我还是想通了，就算死也要死得其所。很快便到了出任务的时间，在出发前，我特意打包了一些急救药物。这次任务是秘密进行的，毕竟入侵地球的敌人中不乏一些脑袋聪明的宇宙人。为了任务的顺利，小队出动的是目前速度最快的隐形战斗机。看着飞机的起飞，我内心也不由得紧张起来，默默祈求不要有什么意外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飞机已经来到了珠穆朗玛峰的上方。就当准备降落时，战斗机外传来一声大鸟的叫声，还未等我看清楚是什么东西，飞机突然就剧烈晃动起来。打开房门，只见小队的成员急匆匆地赶往驾驶室，随后便是一番炮火轰鸣。突然机身再次猛烈震动起来，接着我便发现窗外的机翼少了一半，一只巨大的身影从窗外掠过。在颠簸之中，我懵了，这哪里是一只，这是一群啊！此时队长立即按下了紧急通报按钮，接着大喊：“全体成员快速撤离，飞机马上坠毁，请立即跳伞！”看到小队成员一个个都跳下去，我也一咬牙跟着跳了下去。在所有人都离开后，战机也毁在了那群鸟形怪兽的火球中。在降落的同时，我瞥了一眼兽群，一个名字在我脑海中出现：佐加。那是出现在迪迦世界里的怪兽，没想到这里竟然会有一群。在空中飘荡了一会儿，小队便落在了雪地上，而我则是落在了小队后方的雪球旁。当我追上去时，已经不见了小队的踪影，于是只能跟随脚印去找他们。可当我刚走几步，雪地突然震动起来，我抬头望去，便看到一只橄榄色的怪兽冲天而起。冰冻怪兽佩吉拉这个名字在我脑海中出现，接着他鸣叫一声后，就开始往地面上喷出冰寒的雾气，而目标正是走在前方的小队。队长见状立即下令攻击他的头部，随后无数道激光发射出来，一道道火花在佩吉拉头部炸出。受到攻击的佩吉拉更加暴躁起来，口中汇聚能量，向小队喷出比刚刚更霸道的寒气。随着雾气的散去，一部分小队成员已经没了动静，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一个个冰雕。队长见到这一幕，悲愤交加，大吼一声后疯狂扣动着扳机，火花不断喷射。佩吉拉忍受着疼痛，再次喷吐出冰冻光线。待雾气散去之后，队长已经成为了冰雕中的一人，脸上却还是愤怒之色。不好，这样下去会全军覆没的。幸存下来的5个队员想到了这一点，在佩吉拉再次发动攻击之前，这5个队员互相点了点头，随即向四面八方分散逃离。他们知道，若是小队全军覆没，那么这次任务便没有任何意义。而在远处的我看到队员一个个离去，心里也悲痛不已，一股强烈的责任感在我心中出现。这时的我痛恨自己为什么不是真的奥特曼，随后抬头望天，大喊一声迪迦，可还是没有任何奇迹发生。此时怪兽佩吉拉好像被我的动静吸引，直接飞到我的头顶。就当我以为要饮恨西北时，却发现怪兽发出痛苦的吼叫。原来这时又窜出一只怪兽，嘴里还吃着一枚蛋。我瞬间明白了，这是他的子孙被偷吃了。当佩奇拉反应过来时，原本黑白相间的双眼瞬间变成了猩红之色，丧子之痛让他将攻击目标从小队转到怪兽身上。我明白这是我逃跑的最好时机。然而身后突然狂风卷起，佩吉拉悬浮在空中，疯狂扇动双翅，带着大量冰雪向恐龙怪兽和我席卷而来。那恐龙怪兽也不甘示弱，随即口喷火焰向佩吉拉攻击而去。他们战斗产生的波动直接将我席卷了飞。慌乱中，我随手抓住一个东西，睁眼一看，竟是佩吉拉的尾巴。这一幕也被远处幸存的小队成员看到。听说这次任务有一位神秘人物在暗中保护，那神秘人物好像是前不久牺牲了上百个精锐小队复活的大佬。我也听说了，那个大佬还是来自光之国，是宇宙最强光之巨人。但是大佬现在是不是在龙卷风里面飞？看来大佬是暗中出手对付怪兽，我们千万不要插手，以免干扰大佬的计划。另一边的我现在只觉得头晕目眩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佩吉拉再次腾空，嘴里向四面八方凝聚能量，对准地面上的恐龙怪兽。那恐龙怪兽好像知道佩吉拉要释放大招，连忙开始打地洞想要逃跑。可愤怒的佩吉拉一点机会也不给他，在一顿喷射下，恐龙怪兽化成了冰雕。这一幕再次被小队看在眼里，大佬好强，
忙，果然他一直在计划着对付那只怪兽。是啊，不用自己动手就轻松消灭一只怪兽。就在我也庆幸自己还活着的时候，突然英年丧诞的佩吉拉发出一声悲鸣，向珠穆朗玛峰冲了上去。我只好紧紧抓住佩吉拉的尾巴，防止在其降落到地面之上脱手。快看，大佬控制着佩吉拉冲向珠穆朗玛峰了！原来这才是大佬的手段吗？竟然能够控制怪兽！大佬不变身就能够做到这些事，简直太让人佩服了。小队望着逐渐消失在云端的佩吉拉和我，眼中揭露出崇拜之色。片刻之后，也急匆匆向珠穆朗玛峰的方向赶去。另一边，我觉得佩吉拉疯了，在经历丧诞之痛并且消灭仇敌后，这家伙好像要殉情。随着佩吉拉穿透云层飞到万米高空，向下望去，我可以看到那珠穆朗玛峰上一道如同被撕裂的巨大缝隙，这就是那传说中的时空裂缝。看来怪兽都是从这里穿越过来。然而此刻我已经容不得想这么多，因为佩吉拉在即将接触大气层的时候猛然向下俯冲而去，真要自杀！我大喊一声，手抓得更紧了。佩吉拉这时也发现了我的存在，但是并没有其他的动作，在他看来我是必死无疑的。就在这时，一只鸟形怪兽从时空裂缝中冲了出来，我根本没看清这只怪兽从时空裂缝哪里冲出来，但只感觉佩吉拉像是遭遇到什么重击一般，随后自己的手就脱开了佩吉拉的尾巴，身体处于悬空状态，接着便要往下落去，在空中一顿乱抓。我又抓到了一个东西，抬头一看，是刚刚冲出来那只鸟形怪兽的巨大爪子。火山怪鸟巴顿这个名字在我脑海中出现。另一边，小队的5个队员爬到云端之上的时候，体力已经快消耗完了，不过能够发现这时空裂缝已经是一件特别重要的情报。抬头往上看去，一名队员发现了天空中在拍打着翅膀的巴顿，以及那只以抛物线的方式往下坠去的佩吉拉。大佬他把佩吉拉解决了。等等，大佬现在好像在那只巴顿身上。巴顿这只怪兽小队并不陌生，在以往的战斗中就与巴顿交战了几次。作为一只比较出名的怪兽，众人根本用不着查询资料，而我紧紧抱住了巴顿的巨爪，以免再次脱手。这种死里逃生的感觉我不想再经历一次了。巴顿也在珠穆朗玛峰上空盘旋片刻之后便飞离了此处，足足飞了1天1夜，这只巴顿才找了一个地方休息起来，而我也趁机从巴顿的爪子上跳下，滚进了一旁的芦苇丛中。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巴顿栖息片刻便飞离了此处，总算是走了。此时我已经1天没有进食了，再不找点吃的，怕是连回去的力气都提不起来。不过还好这里是江边，看看有没有鱼吧。可当我靠近江边时，却发现中心处有一圈微弱的光芒，看上去就像是在吸收月亮的光线一般。好奇心驱使我下水游了过去。当我靠近光的来源时，我震惊了，因为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奥特曼石像。于是我连忙使出浑身解数尝试变身，可全都毫无作用。思索片刻，我觉得可能是缺少神光棒那样的变身器，于是我立马赶回基地，告知组织成员能否找到任何形态的变身器。然而时间不等人，怪兽阵营得知人类中出现了光之巨人，便立马出动了大量军队进攻城市，人类阵营被打得节节败退。很快怪兽就进攻到总部，组织高层得知情况便立即下令撤退，誓死也要保证我的安全，只因在他们眼中我是地球唯一的希望。可看到前线战斗人员为了掩护我撤退，一个个牺牲，我再也忍受不住，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只是个普通人，根本不是什么光之巨人。可为了不让人类心中的光芒消失，我并未说出真相，于是趁他们不注意，我悄悄溜走，直到走到广阔的练兵场上后，才看到那为首的宇宙人希伯利特星人。我随手抄起脚旁的喇叭大喊，那边的牛马给老子看过来！希伯利特星人见到我后，随手甩出一个光弹，在我前方炸裂。然而我却面不改色，依旧直视着他。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光之巨人。那宇宙人听到我的话后，明显紧张起来。看到对方的神情，我心里有了计划，于是再次大喊：我可以不反抗，被你们带走，但前提是这必须放弃进攻。宇宙人显然心动，但还是谨慎地问道：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而我则哈哈大笑：你觉得其他人会这么和你说话？同时双手交叉准备释放奥特必杀光线。宇宙人见状连忙点了点头，随手挥出一个透明光柱将我罩住。而我心里一点也不恐惧，反而是一种释怀的感觉，自己此前也算是拯救了一次世界。片刻后，我便没有了意识，慢慢化身为一副青铜人像，而宇宙人也信守承诺，将我带走后也停止了对人类的进攻，最后只留下一片废墟。此时，一名躺在残垣破壁之中的战士将伤痕累累的手臂放下，在其手腕上的设备记录下了刚刚发生的一切。这位战士闭上了发红的双眼，一滴眼泪自眼角滑落。他知道人类最后的希望，徐明大人为了让宇宙人和怪兽停止攻击而牺牲自己，化作青铜石像死亡。而这则消息很快传到了组织高层以及全人类耳中，全人类都为我的牺牲而悲伤，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失去希望，反而更是在心底下定决心。人类的士气也更加高涨。另一边，宇宙人将化成青铜像的我带到老大面前，可老大一眼便看出了我身体并没有光的气息。蠢货，这人根本就不是光之巨人，随便让一个人出来顶替，你们也相信？继续寻找他的踪迹，但不能再大肆进攻了，以免打草惊蛇。随后命令宇宙人随便将我处理掉。被数落一顿后，宇宙人将怨气都发在我身上，于是将我直接丢到下方的时空裂缝中。然而，本该被裂缝撕碎的我却意外穿越了，下一刻我就出现在一个金字塔中，而我的两旁正屹立着2座奥特曼石像，但此刻的我却是昏迷的状态。突然2只怪兽冲了进来，其中一只很快就跑到一座石像前，一记重重的甩尾将石像崩得支离破碎，另一座石像也未能幸免。此时一架战机飞了过来，而战机里的人见到这一幕瞬间崩溃起来，仔细看去，竟然发现是迪迦世界里的大古。大古看到这一幕目眦欲裂，驾驶着战斗机便向2只怪兽冲去，瞄准了怪兽便释放出烟雾弹。因为目前的飞燕号上并未装载战斗器械，然而他的行为没有起到什么作用，2座石像已经被毁坏，怪兽也就将目标放在了天上飞着的这架飞燕1号上。其中一只怪兽的嘴中射出激光，飞燕1号瞬间被命中，尾部冒出了滚滚飞烟。
随后便坠毁在废墟中。怪兽见战机被消灭后，转头就离开了。剩下的队员见到怪兽走了，立马冲向飞机坠毁的地方。好在发现大古还剩一口气，队员赶忙将他带回去。走的时候，一名队员发现了废墟中昏迷的我，于是一同将我也带回去治疗。不知过了多少日子，我的眼皮总算能够在努力中动了几下。又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我的四肢都有了一些感觉。负责看护的护士也注意到了我苏醒病人的情况好转了不少，看着我身体的各项数据，护士点了点头，随后便离开。没过一会，就看到大古坐着轮椅进入了我的病房。此时我看着跟电视剧中一模一样的大古，脑海中不仅分析起来，如果眼前都是真的话，那么我可能是穿越到迪迦世界里了，而穿越的媒介或许就是珠穆朗玛峰顶端的时空裂缝。在我印象中，我穿越的山洞本该有3座奥特曼石像，而我穿越过来时只有2座，剩下那一座应该就是我生前在松花江底部的那个。只要将大古带到我原先的世界中，那么或许地球就有救了。